连表决的机会都没有，视为拒绝涉台提案，美国的霸权又一次失败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旭说。这段时间，美国打出台海牌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，也是越来越频繁。从美国的动作来看，他们今年为台湾当局撑腰的意愿似乎是异常的强烈。那不但是教唆菲律宾搞小动作，搅乱台海局势，在出席各种会议的时候都要提上一嘴台湾问题。而中国这边的反击也不断，这一来一回当中这中美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迎来了降温，甚至是已经降到了冰点。然而呢，这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并不局限于中国周边，在一些国际组织当中，例如世卫组织，也能看到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较劲儿。那前段时间呢，台湾一些所谓的邦交国向世卫组织提出，希望台湾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。而这一场政治操弄，这明显的就是美国在背后搞鬼嘛。其结果可以说是非常痛快，因为世贸组织拒绝了这一要求，帮中国出了一口气。其实这已经不是世卫大会第一次拒绝如此无理的要求，从2017年开始，世卫大会就终止了这一特殊安排。原本以为今年世卫大会的涉台议题会出现一些变数，因为美国今年的态度非常强烈，一些世卫官员的表态不再像往年那样坚定。但是从结果来看，世卫大会最终还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。那值得注意的是，世卫大会拒绝涉台提案，甚至连表决的机会都没有，而是直接的给拒绝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涉台问题不需要表决，哪怕有美国在后面撑腰也不好使。这不但象征着美国霸权的又一次失败，还说明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，不容任何的挑战的。那从表面上来看，这件事情也证明，除了一些喜欢不安分的国家，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还是在坚定地维护一中原则。毕竟，在美国频繁炒作台海问题的背景之下，并没有多少国家愿意加入美国阵营，也对参加台海问题没啥兴趣。从更加深层次的角度去看，美国自身的霸权正在衰弱。这要是在几十年前，那只要是美国想干的事，就没有人能够拦得住啊。这美国曾经一手遮天的能力，已经是越来越不好使了。那说白了，美国霸权之所以不受欢迎，还是因为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。美国不再占据着原来绝对领先地位，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直接抵抗，再加上中国在经济国际影响力上的追赶，美国能占到的便宜的地方是越来越少。并且有了中俄带领的反霸权队伍，曾经那些被美国欺压收割的国家也是受到了鼓舞，就算没有一同加入，也不会站在美国那边。这就显得美国越来越像一座孤岛。这整体上来看，美国与中国的博弈不限于台海问题，军事、经济、政治、国际等等领域的较量，那都是存在的。而一中原则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营，早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心中坚不可摧的共识，不会因为美国的炒作就被轻易的抹去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